第1089章，谁动你，我便杀谁。萧炎手掌微曲，一股吸力直接是将一旁玉盒之内的那团菩提化体弦吸入手中，眼神微凝，一股青白火焰自小医仙身体表面分化而出，然后将菩提化体弦包裹而尽。随着火焰与这菩提化体弦接触，后者顿时犹如受到刺激般的剧烈翻腾了起来，看那模样，似乎是想要从那火焰之中脱离出来。这种情况，萧炎自然是不会允许。菩提化体弦虽然拥有奇异效力，但却也必须经过一火的略微淬炼，方才能够直接施展到小医仙身上。手掌微握，青白火焰翻腾得越加厉害，而在这恐怖温度下，菩提化体弦在坚持了2-3分钟后，终于是逐渐地停止了蠕动。咦？随着淬炼的迅速完毕，就在萧炎即将将菩提化体弦从火焰中抽出时，却是突然惊疑了一声。只见得那菩提化体弦在一火的煅烧中，居然是逐渐从其中飘落出众多翠绿的粉尘沉淀。这种粉尘徐徐落下，但却并未彻底脱离这团菩提化体弦，而是在其底部位置不断的凝聚，转眼时间便是形成了一枚不足拇指大小的翠绿色珠体。在翠绿色珠体成型那一刹，菩提化体弦也是微微一抖，旋即这枚珠体便是从中脱落而出，然后被萧炎一把抓进手中。翠绿珠体的触感并不光滑，反而是显得有些粗糙，但手掌握着它，却是能够感受到一种勃勃生机。这是菩提子。萧炎目光惊异地望着手中这枚莫名其妙出现的翠绿珠体，片刻后眼神猛地一凝，惊声道：菩提子与那菩提心一般，也是菩提古树之物，但这种珍稀之物与菩提心一般罕见。一般说来，一旦从菩提古树上掉落而下，便是会在顷刻间化为粉末，外人极难获得。这菩提化体弦之内的沉淀，在一火的煅烧下，居然能够形成菩提子。萧炎眼神急速闪烁，猛地有些明悟，恐怕那传言中说的得到菩提化体弦便是能够感应到菩提心存在的话，的确不假。但这之中的菩提化体弦，应该是说这菩提子，唯有得到菩提子，方才有机会感应到那传说中的菩提心。手掌缓缓紧握，萧炎眼中掠过一抹欣喜，没想到这无意之举会得到这般奇物。菩提心这等神物，对于一些斗尊强者来说，几乎是拥有着难以匹敌的诱惑力，因为菩提心能够提高进阶斗圣的成功率，光是这一点便是足以令得所有斗尊强者为其飞蛾扑火。至于为何在得到了这菩提子后依旧没什么感应，萧炎此刻也没那时间细细研究，手掌抓住悬浮在一旁的那寒玉盒，然后小心翼翼地将这枚菩提子放入其中，收进那戒。这东西太过珍贵，若是传了出去，恐怕会造成不小的骚动，甚至一些隐世的斗尊老怪都是会被这吸引出来，到时候自己恐怕就真的是在劫难逃了。所以萧炎也是打定了主意，若是实力不够，还是尽量不要去寻什么菩提心，否则最后搞得得不偿失的话，那就实在是有些太凄惨了点。收好菩提子，萧炎目光飞快地看了一眼面前紧闭着双眸，身体不断细微颤抖的小医仙，然后从火焰之中将那团翠绿色的菩提化体弦抓出，深吸一口气，一把将之贴在小医仙光洁滑腻的平坦小腹之上。菩提化体弦刚刚碰触到小医仙的身体，便是在一阵悉悉索索声音中，顺着其肌肤毛孔悄然地钻进其身体之内。随着菩提化体弦的钻进，一股充满生机的翠绿之色顿时自其小腹处急速蔓延而出，几个呼吸间便是包裹了小医仙的整个身体。无数的翠绿色液体粘附在小医仙身体的每一个角落，而在这菩提化体弦的浸润下，先前因为毒气而丧失了一些生机的经脉肌肉等等，居然是再度焕发了生机，而且那生机的浓郁程度比先前更盛。不愧是菩提化体弦。察觉到小医仙体内迅速焕发的生机，萧炎眼中也是掠过一抹欣喜。菩提化体弦的效果出乎了他的意料，接下来便是化解那恶难毒力了。萧炎脸色再度变得凝重，双指并取，然后飞快地点在小医仙小腹处，而随着其手指的点动，那包围着灰气漩涡的青白火焰顿时分裂开一道缝隙，而一股股的翠绿色液体则是飞速顺着缝隙钻进，
最后带着细微的咕噜声冲进灰色的毒气漩涡之中。随着菩提化体弦沾染，那充满死亡气息的灰色毒气顿时起了剧烈反应，灰气疯狂地翻涌，而在其翻涌间，其内所蕴含的死亡之味则是迅速地被菩提化体弦之内所蕴含的生机中和化解。小医仙运转斗气，压缩毒气，形成毒丹。感受着灰色毒气之内迅速消失的死亡气息，萧炎顿时一声厉喝，喝声如雷，轰隆隆的直接传到了小医仙灵魂深处。在萧炎这般喝声之下，小医仙的灵魂也是恢复了许些清醒，然后连忙运转斗气，按照当初那毒丹之法上所说的方法，开始逐渐地压缩着那浩瀚的毒气漩涡。在小医仙的驱使下，那毒气漩涡也终于是逐渐开始对着中心位置的那枚魔核处凝聚而去。而在毒气的冲击下，那枚魔核也是开始释放出狂暴的能量，想要抵御住毒气的侵蚀。砰！这种毒气与狂暴能量的对轰并未持续多久，便是猛地爆发出一阵沉闷声响。那魔核之内的能量迅速被恶难毒气吞噬并且占据，而伴随着毒气的侵蚀，那枚魔核居然也是开始变得浑圆起来，通体弥漫着一种灰色光泽。灰色的毒气漩涡不断的高速旋转，浩瀚的恶难毒气源源不断地对着那枚浑圆的灰色魔核之内涌出，而随着越来越多斗气的涌进，那枚魔核的体积也是在以一种缓慢的速度逐渐的缩小。呼，感谢上天！外界，萧炎感受到小医仙体内那井然有序的一幕，也是彻底的松了一口气，旋即一股疲乏之力涌上心头，然后直接四仰八叉的仰倒而下，一切都还算顺利。现在便安静的等着小医仙将那恶难毒气尽数吸收，而毒丹一旦凝聚，那么这恶难毒体以后也将会彻底在小医仙的控制中，再不会有无故爆发之举。他对小医仙的承诺，时隔数年，如今终于是完成了。在萧炎为小医仙解决恶难毒体问题时，那远离邺城的一片冰原深处的一座大殿中，却是隐隐有着淡淡的森冷弥漫而出。此行54人，回来者唯你一人，天蛇，这便是你带回来的交代。冰凉的大殿之中，守卫处一名白袍人影坐于冰寒王座上，一对不含情感的双眼瞥了一眼大殿中那匍匐在地的老者，平淡的声音却是令得大殿之内寒气骤升。谷主，此事并非属下之因，全是情报失误。那一群人中有着一名斗尊强者，属下此次能够逃回，也全是运气之故。大殿下的老者抬起头来，赫然正是那从天火尊者手中逃生的天蛇长老。斗尊？几星斗尊？闻言，冰寒王座上的人影眼中也是出现了一阵波动。应该只是1星斗尊层次，不然的话，属下也根本无法从其手中逃生。天蛇迟疑了一下，躬声道：哼，难怪能让天蛇这般狼狈，原来也是一名1星斗尊。苍老的声音突然响起，顺着声音来源望去，只见得在大殿一角居然还有着一名身穿白色皮绒的老者。这位老者脸庞上挂着笑容，在说起斗尊时并没有常人所有的敬畏。只是1星吗？冰寒王座上的人影微微点头，手指轻轻地点在宽大的椅背上，片刻后淡淡的道：恶难毒体，本尊志在必得，一名1星斗尊的话，倒还没那资格让本尊放弃。你可有那群人的去向？闻言，天蛇有些尴尬地摇了摇头，他逃命都来不及，哪还有时间去管那群家伙的去向？见到天蛇摇头，冰寒王座上的人影眉头微微一皱，一股令人心悸的寒意缓缓地在大殿之中弥漫而起。在这种连斗气都是会凝固的可怕寒意下，天蛇也是打了个寒战。桀桀，冰尊者不用发火，那群人的去处我们知道。寒意弥漫间，大殿中突然涌现许些诡异黑气，旋即黑雾缭绕，化为一道身影。黑雾蠕动间，隐隐间有着铁链的声音哗哗地传出。魂殿，你们竟然也会来我冰谷，还真是稀客啊！黑雾的出现并未令得冰寒王座上的人影有半点吃惊，只是淡淡的道：桀桀，那群人中也有着一人是我魂殿的目标，既然目标相同，此次
或许可以联手一次，冰尊者以为如何？黑雾蠕动，其中传出一道怪笑声。恶难毒体归我冰谷，其余人随你们。寒冰王座上，人影缓缓站起，恐怖的寒气在其呼吸吞吐间化为寒流扩散而开。他瞥了一眼黑雾人影，轻声道：不愧是冰尊者，这般魄力远非常人难及。姐姐，既然如此，那便祝我们合作愉快了。在冰冷的寒冰大殿中，一股针对萧炎一行人的庞大黑手凝聚成型时，那远在丹域边缘的一座空间虫洞处，空间也是泛起一阵波动，旋即一道道人影破空而出，然后刷刷地整齐立于这片广场上。一道道强悍肃杀的气息如火山般的喷薄而出，令得这片广场瞬间寂静。所有人皆是目瞪口呆地望着这些黑色身影，一些眼力稍强者更是心脏在这一刻猛烈地跳动了起来，因为他们发现这些黑影中实力最弱的都至少在斗皇层次，特别是在那人影之首的2位黑衣老者随意站立间，连这片天地的扭曲的空间都是变得安静了下来。那股隐隐间弥漫而出的浩瀚气息，令得不少自诩强者的人浑身颤抖。在落地之后，这些黑影并未立刻离开，因为紧跟其后，那片空间再度扭曲而起。在空间扭曲间，那众多黑影除了领头的2名老者，皆是唰的一声，在众多惊骇目光中，对着那片扭曲的空间单膝跪地，眼中有着一份发自内心的尊崇。一道道呆滞的目光缓缓转向那片扭曲的空间，斗宗强者跪立而迎，斗尊强者低头而取，这般近乎恐怖的阵仗，实属他们这些年首次所遇。他们真的很想知道，这他妈的是何方超级巨擘方才拥有这般魄力？恐怕即便是那3股甚至2宗都没这等本事吧。在那众多目光眨也不眨的注视中，波动的空间缓缓停止，旋即一道纤细的动人身影徐徐地在那扭曲的空间中浮现，然后玉脚轻抬，跨出空间，出现在了这片阳光天地之下。身形纤细的青衣女孩在那安静无声的广场下，玉脚轻轻地落在广场上，那张清雅动人的精致脸颊微微抬起，望向遥远的叶城所在的方向，旋即展颜微笑。一笑倾城，萧炎哥哥有虚儿在，谁动你，我便杀谁。